戏剧的科学指导是台大物理系的张庆瑞教授。我本来是请张教授做我们戏剧方面的顾问，可是结果张教授就要我去上课。那张庆瑞教授有跟在鸿海在成立那个量子研究院啊，就是做这些科技发展的时候，当然跟张教授有一些互动。那张教授有提到说，他最近有一个影视团队，一对编剧团队，他们在跟张教授学习那个量子力学的相关的事情，然后就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就我们影视的简报。然后董事长觉得我好像不是诈骗集团，然后好像言之有物，然后我们的故事就是结合量子力学，结合量子科技，可是又有人性的反思，觉得好像蛮特别、蛮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可以投资看看这样。可是也不是全额啦，我还是很辛苦。我们有去上那个，张教授他在那个叫夏令营吗？不是，他不能说是夏令营，他就是那种研习营。就是量子电脑的研习营，他就问说你们编剧团队要不要来上课？然后他是客气的问我，当然知道这就是一个命令句啦，我们就都全部乖乖去上课，而且我们都全部取得结业证书。所以一般简单的相关科学知识应该不会难倒我们的编剧团队。然后我们的演员，特别是黑子白子，就是炎亚纶跟石之田，也都被我逼着做很多的功课。然后我觉得，特别是炎亚纶在我在邀请他来参与演出之前，我们平常就是我本来就认识我们应该认识10年了吧，我们在死神少女的时候，所以我们平常就会聊到这些科技新知，然后他是很有兴趣，所以他就是我第一个不二人选的这个演员团队，然后他懂得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多哦，我是讲真的，他其实是我能够做最多的科学互动的人。好，我们请当事人来问一下你怎么会懂得量子力学跟云飘过来，为什么要问你，好不好？来，我们先请坐。我坐倒位。来，李荣呢？我刚刚随便乱做，导演不做，导演不做。坐导演旁边是最好的。不懂，坐导演旁边是最好的。我们先讲一下，因为刚刚已经进入到导演也先讲了一个怎么开始，所以就问到了，就是他其实第一个人选的部分就是跟他能够畅聊科学跟哲学领域，因为量子力学对大家来讲就是一种哲学，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哲学，不是物理学，所以能够跟他聊的这些就叫炎亚纶。炎亚纶怎么跟他可以聊得出这个东西，以及刚刚讲，请问一下主持人有没有什么飘来会不会下雨会问题？来。我们刚刚是真的说，就是在我们筹备之前，平常最能够跟我聊这方面议题的人，的确是炎亚纶。他的脑袋出乎大家的意料，他真的兴趣很广泛，懂得也很多。然后，所以我们真的在找演员，他就是我的第一个不二人选。刚刚是不小心聊到这个啦，大家问怎么开始。所以不好意思，不会啊，把你指出来先。那相信江美导演，我都知道你特别擅长性别的议题。那黑子白子会有例如说性别意识或性取向，或者是一些自我认同。他要讲性别，你可以谈谈量子叠加吗？量子纠缠。纠缠跟叠加都。对。其实如果我现在坐在这里，然后我内产生了一些纠缠的话，其实我也是坐在那里。你这样会把大家吓到。Anyways，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就是不存在它的判别的意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叠加在一起，所以大家可能熟知的这种多重宇宙、平行时空，
跟量子的解释里面是跟大家在 Marvel 里面理解的是不太一样。那这个导演你要帮我补充，因为这个真的是要非常精细的词语才有办法解释。对。好，因为你刚刚提到性别议题嘛，所以我们也曾经聊过那个其实在打一个比方，就是你可能既男且女，在量子的世界里面，既是男生又是女。对，然后这是我怕大家会睡着，就是在微观世界里面发展出来的量子力学跟传统的牛顿力学最大的不同是，它会违反人类的直觉。然后，譬如说一个最明显的违反直觉的是，譬如说量子会处在一个叠加的状态。那以性别来说，因为性别是你提出来的，它就既是男也是女。然后只有当你一定要用某一个观测、某一个定义去界定它的时候，它才会落我们那个叫做塌陷。塌陷为一个纯粹的男或纯粹的女，纯粹的一个状态。可是，在量子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混沌的。所以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然后这才是世界的真相。对不起哦，就这样，对不起，我就知道大家会睡着，但是我们的继续回家要做很多功课。听键盘这边知道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哦，对不起。比较想知道，真的今天什么情况或什么都是要问你啊？为什么？会不会下雨？哦，你说的。因为我们主要拍戏，要不然就是玩阴的，要不就是玩阳的。如果一下阴的拍、阳的拍都要剪辑起来，就很难处理嘛。那我们常常就是等一个未来，等一个太阳啊，然后我就 cue 他。他就叫我，天天也就叫我预设一个时间。对，到底太阳什么时候出来？起初大家都是开玩笑，随便给个时间，没想到很准。好重的。对。然后就想说，那我是要在这边自己盖一座庙吗？真的，再等1分钟，再等20秒，一讲完就后来到最后他越讲完后，我们就突然觉得天，从背脊发凉，怎么会这么厉害？你帮我们酸个逼来把个脉，好厉害！对，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就不要问灯光师了，就问我。对。没有因为大家其实在猜是几秒钟后太阳会出来这件事情，通常都是用乱讲，就是因为导演问的话，就是那个灯光师一定会很紧张嘛，就是会随便讲1分钟这样子，但是我就是会不小心命中那个真实的描述这样。命中率大概多少？10次有9次吧。有哦。 10次有9次。所以我们今天就公开些号码好了。对，不用。开始开奖。我怕太多人会来。但其实，在讲量子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在拍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沟通的资讯管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我的存在的话，其实我们是跟万物是有连接。没有想要打，然后没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直在讲说，为什么我跟美玲导演在讲这个，在聊这件事情，甚至是去他家喝酒的时候都会聊到，是因为我们就在探讨我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